在全世界海拔最高的主场踢球有多恐怖呢？一旦踏上这座海拔4000米的高原主场，等待客队的将是比赛中的头痛、头暈、呕吐、心悸、气短、乏力、呼吸困难，甚至休克。为什麼說这個？玻利維亞隊這支在2023年全年只贏一場正式比賽，全隊只有2人身價超過100萬歐的弱旅，竟然憑借魔鬼主場的優勢壓過智利、秘魯和委內瑞拉，殺進了世界杯預選賽南美區洲際附加賽決賽，依然存在進軍世界杯的可能。這就不得不提他們的魔鬼高原主場了。即便場邊擺上了氧氣瓶，巴西也輸給了他們。儘管國際足聯規定國際比賽主場不得高於海拔2500米，但對位於南美洲中部的玻利維亞而言，限高令相當於給齊達內送梳子，沒法用。因為整個國家都處於安第斯山上，大城市也不會是山區中相對平整的部分。玻利維亞的主場無非是高或者特別高。目前他們的主場位於國家第2大城市埃爾奧爾托，海拔4100米，比我們的拉薩剛好高出500米。而奧爾托這個詞在西班牙語中就是高的意思。玻利維亞男足的實力位於南美區墊底的位置，距離他們上一次踢世界杯已經過去了30年。儘管中間未能再從南美區中直接出現，美洲杯也是各種一輪遊，但他們經常在自己的主場以下克上。尤其2009年，他們主場2比1戰勝巴西，6比1大勝阿根廷，世界都為之震驚。參加了那場5球慘敗的阿根廷球星薩內蒂說，基本15分鐘後我們就都跑不動了，之後只能不停地找場邊索要氧氣。比賽結束後，全隊所有首發球員都头痛欲裂，但他們總有離開的時候，所以阿根廷總是逮着機會就狂灌玻利維亞。他們已經用5比0、6比0和7比0的比分痛扁過玻利維亞了，就是咽不下這口氣。但連巴西、阿根廷雙雄去玻利維亞都得掉層皮，更別說其他南美洲球隊。其實近些年玻利維亞足球的水平比起10幾年來退步不少，但隨着美加墨世預賽開打，高原魔鬼又睜開了眼睛。在南美預選賽的18場比賽中，玻利維亞9個主場5勝2平2負，秘魯、委內瑞拉、哥倫比亞、智利和巴西全部拿下，再加上客場戰勝了實力大不如前的智利，拿到20分擠進附加賽。只要真幸運衝進世界杯，玻利維亞很可能能挑戰一下身價最低的球隊。高原的優勢其實大家心知肚明，別說4000米，1000米對大多數人都闖個不停。我們就曾在昆明差點贏下巔峰期的澳大利亞。本賽季也有支球隊坐鎮高原，就是雲南玉昆。球隊的主場就叫玉溪高原體育運動中心，玉溪的海拔大概為1600米，上賽季中甲主場不敗，而本賽季玉昆的主場只輸給過國安、海港和蓉城，還將另一支爭冠球隊申花逼入絕境，妥妥的魔鬼主場。高原主場的殺傷力是實打實的，這時候肯定會有人說，我們把國足的主場設在拉薩行不行？答案肯定是不行，主隊必須要適應才可以。玻利維亞可以，智利可以，人家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這個海拔上，主隊如履平地，客隊氣喘如牛。而為了比賽進行長達數月的集訓，既不現實也不科學。即使玻利維亞真的進了世界杯，他們的方法我們真學不來。